被称为中国神童的他，为何最终消失了？3岁会做数学题，4岁可以独立阅读，6岁自学中医，9岁吟诗作赋，13岁特批上大学。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，他就已经精通围棋，与副总理博弈连赢2局了。他叫宁博，13岁就被中科大录取。然而仅入学1年，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第1年，他不负众望，成绩名列前茅，媒体对他神童的称号更加吹捧。然而第2年，更喜欢天文学的他想要转校，学校却不愿意放弃这个明星学生，直接用6个字回绝了他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最终，他被迫选择了自己不擅长的物理，成绩也一落千丈。如果我身上没有神童的标签就好了。对于自己失去信心的他，又一次向父母提出想换学校的请求。然而父母却说：“你就应该活出别人所期待的样子。”这句话直接将他推入深渊，天才的称号也离他越来越远。几年后，他参加节目，主持人说到神童这个话题时，他突然站起来打断主持人：“不要相信神童教育，它只会害了你的一生，你就是你们塑造出来的天才而已。”之后他出家为僧，意气风发的神童如今成为遁入空门的和尚。你想成为这样的神童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不会真的有人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吧？别傻了，这些惊讯骗局骗的就是你。首先，你会突然收到一个快递，上面的信息和你的完全一致。打开后发现是一个手机支架。我没买过这个呀。里面一般还会有一封感谢信和刮刮乐的卡。在你毫无防备的刮开后，发现自己竟然幸运的中奖了。奖品一般是几元的红包或一箱水果，你没有任何怀疑，甚至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。按照步骤扫描卡片上的2维码进入聊天群。恭喜你，其实你已经正式落入圈套。为了获取你的信任，他们会先给你发一个小额的红包，在你尝到甜头后，群主就会给你派发任务，只有完成任务才能领取更多奖励。让我来感受一下什么叫一夜暴富吧。此时群里的托儿纷纷表示自己通过做任务成功拿到了红包。我不会告诉你，其实群里100个人99个都是做。出于好奇心，你会按照他们的步骤一步步操作，直到投入了更多金钱，发现迟迟没有回复后，才意识到自己被骗。当然，机智的你也许并没有发开刮刮乐，但是骗子可以确认你能否正常收到快递。第2天便会打电话问你选择红包还是空气炸锅，免费送你，扫码领取，再次引你入局。你害怕了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99%的人都不知道这些知识，学会在学校横着走。研究表明，晚上睡觉前鞋子不能朝着床摆放，要朝外面放，这样第2天起来穿得更快。专家发现，睡觉之前喝一杯牛奶，会比那些不喝牛奶的多花几块钱。平时多买一些没用的东西放在家里，这样你就不是最没用的啦。通过手掌可以看出你爸妈的性格，如果他们的手指出现在你的脸上，那说明他性格很暴躁。研究发现，用普通话念1893，你就学会了山东话的一把就散；用普通话念一把就散，你就学会了河南话的1893。是不是很神奇？还不赶紧发给你智商不够的朋友来学！电梯出故障了。门开了，快出去吧。别出去，这是电梯夹层。什么是电梯夹层？如果电梯一开门，发现是狭小空间或废弃楼层，千万不要出去。有的楼层是无人居住的，业主为了防盗，会把电梯门口封死，形成一个极其狭窄的缝隙，进去了就无法出来。要是电梯门卡在楼层中间，也千万别试图爬出去。遇到最常见的几种电梯故障该怎么办？还不赶紧点赞收藏！当电梯停止不动时，赶紧按紧急按钮，千万不要强行关门，更不要乱蹦乱跳。正确做法是身体半蹲，紧贴墙，等待救援，并拨打全国电梯统一救援电话96333，每隔一段时间大声呼救。遇到电梯突然下坠，赶紧从低档高按亮楼层，迅速关吃膝盖，抬起脚跟，抓紧扶手，没有扶手就双手抱头护住颈椎，等电梯开门停在了正确的位置，赶紧冲出去。假如电梯发生奇怪巨响，赶紧按临近楼层快速离开电梯，因为你判断不了哪里出了问题。遇到这4种情况，尽量更换其他电梯，不要上楼层不平齐的电梯，不要上超载的电梯，不要在巨大雷雨天乘坐电梯，不要在电梯里一直低头玩手机。我头好痒，要长疹子。你怎么还不开学？我放假第1天，你不是这个态度的。放假在家学会这几招，让你远离挨骂。
一，伪装成一个冷漠的学习机器，看透人生，心灰意冷，一门心思只有学习。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二，在家发疯，手舞足蹈，大喊大叫，伪装成被逼疯的样子。喂，精神病院吗？我家孩子有点不正常。我们对孩子好点吧。嘿嘿。三，吃饭只吃大米饭，伪装成谨小慎微的样子。爸爸妈妈，请问我可以吃一块肉吗？四，亲戚来做客时，坐沙发上不出声的哭，俗称装可怜。我知道错了，你们别打我。我们什么时候打过你？五，半夜起床疯狂做家务，展现乖巧懂事的一面。孩子长大了，是我们对他太凶了。嘿嘿，爸妈被我成功拿捏，我有什么不点赞？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，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恐怕我今天死不了了。3次被抓，2次越狱，最终却成了发明家。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1992年，浙江大学一位高材生因诈骗被抓，而在被关的当天，不到半小时就打开了手铐，并谎称来警局办事，大摇大摆走出了看守所。5个月后，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，仅仅看了2眼别人的汽车钥匙，就记住了纹路，自己手工做了一把，将别人的汽车成功开走。谁知车技不行，一脚油门开进沟里，于是再次被抓。这次他拉上了2个狱友，用自制的工具将墙壁打通，再次越狱成功。这次还偷了一辆警车，1个月后又被抓获，直接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。这一次我大了，我要逆天改命。为了自救，他潜心搞发明，最终在死刑前一天成功发明出中国第1台无刷电机，获得中国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。随后又因为发明了多项专利，一次又一次获得了减刑。出狱后还帮看守所升级了防越狱系统。这是什么传奇人生？没有那个能力的，千万不要模仿。怎么一上课就犯规了？题目里活蹦乱跳的，一上课立马变身重度科学症患者。老师讲的太难了，听不懂。昨天学的太晚了，没睡够。还有的老师自带催眠功能，声不变，容不动，班上80%的学生都能沦陷。你知道上课犯困其实是大脑在保护你吗？从医学角度来讲，大脑容量少的人如果一下子接触过多信息，为了防止脑容量过载，就会开启保护装置，自动回避大量的信息处理。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氧气和血液，就会使人出现嗜睡的情况。而如果你老在困的时候学习，就会导致你一学习就困。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实验中，最初狗对铃声没有任何反应，然而当多次同时呈现铃声和食物后，狗开始产生条件反射，听到铃声就开始流口水。学习也是这样，总在深夜学习犯困，之后就算学习不是深夜也会困。各部门注意，该学习了，开始犯困。学会这几招，教你有效学习不犯困。第1招，欺骗大脑，在学习的时候暗示自己并不困，绝对也并不多。简单知识，现在不困还可以学。第2招，用风油精，轻度犯困闻一下就能清醒，还可以涂太阳穴，再狠一点就涂眼袋，就是有点残忍。最强的一招来了，把胳膊肘垂直放在桌子上，手掌打开，手心朝向耳朵一侧，保证你立马清醒。我真是太机智了。